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体验一条非常特别的硅谷骑行路线，从 San Jose 市中心的 Guadalupe River Park 出发，一路骑行到著名的 Levians Station。整条路线大约7英里，也就是11公里左右，骑行时间大概35到40分钟，而且基本全程都是平路，非常适合休闲骑行。我们今天的起点是 San Jose 市区中心的 Guadalupe River Park and Gardens， 这里是市区中间的一片大型绿地，也是很多跑步和骑行爱好者的聚合地点。从这里出发，我们会沿着 Guadalupe River Trail 一路向北骑行。这是一条沿着河道修建的自行车绿道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几乎没有汽车干扰，骑行非常安全而且安静。骑到中段的时候，你会经过 San Jose Manatee International Airport 附近，这里如果运气好，还可以看到飞机在头顶起飞或者降落，这也是这条路线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。继续往北骑行，你会慢慢离开市中心区域，进入 Santa Clara 一带。再骑一段时间，一个非常醒目的建筑物就会出现在视野里，那就是 Levians Stadium。Levians Stadium 不只是 NFL 旧金山49人队的主场，它还将成为2026年 FIFA World Cup 的比赛场地之一。所以如果未来你来硅谷看世界杯，其实有一个非常酷的方式到达球场，那就是骑自行车。从 San Jose 市中心出发，沿着河道绿道一路骑到球场，不仅可以避开比赛日的交通堵塞，还能体验一段非常舒服的城市骑行路道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城市骑行探索，记得点赞和订阅。接下来我来聊聊这一周的焦点。这一周的湾区可以说真的有点水深火热。一边是气象局突然发出警告，我们可能要经历一场非常反常的3月热潮，而另一边，旧金山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一件更诡异的事情，大量的房子正在被神秘的投资机构悄悄买走。如果你最近在看房，可能已经感觉到竞争突然变得异常激烈。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一起拆解最近湾区甚至全美正在突发的5件大事，从异常高温到房地产围猎，再到全美破产潮，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未来的通勤方式的空中出租车。而最后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最近打算去海边散步或者遛狗，一定要听完，因为它真的关系到安全。第一件事，3月酷热来了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现在是3月，你准备好穿短袖了吗？气象学家表示，一股非常强烈的高空热拱顶系统正在笼罩整个加州，这导致一个很罕见的现象。本来应该凉爽的3月，湾区内陆城市 Livermore 的气温可能会冲到94华氏度，如果你换算一下，大概就是34摄氏度左右。这个温度基本已经是8月初的水平，而且比往年的3月平均室温整整高出了20到30华氏度。听起来只是热一点，但问题其实更严重。气象专家提醒，今年冬天湾区雨水很多，山上的野草长得特别快，现在突然来一波极端高温，这些植物会迅速晒干，
结果就是整个湾区的可燃物突然增加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火灾风险被提前放大，特别是一些还没有进入正式防火季的社区。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阶段，所以如果你住在靠近山或者植被比较多的地方，这几天最好稍微留意一下。第二件事，谁在买走旧金山的房子？如果你最近在看房或者准备买房，可能已经发现市场突然变得非常卷。根据房地产平台 Redfin 的最新报道，旧金山的房地产市场正在被一批职业投资机构大量买入。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第4季度，旧金山的投资性的购房数量暴涨了 24%。现在市场上每卖出4套房子，就有1套是投资客买走的，而且很多都是现金交易，基本买家很难竞争。那为什么这些钱突然涌进来？背后其实有2个原因。第一是 AI 创业热潮，大量资金正在重新进入湾区。第二是很多科技公司开始强制员工回办公室，这直接带动了租房需求回升。所以很多机构现在的策略很简单，买房然后出租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是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资产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问题就很现实，首次购房者的空间被大幅压缩了。第三件，美国进入债务清算时刻。房地产热的同时，美国另一边的经济情况其实没有那么乐观。2025年，美国个人破产申报数量达到了 53.4 万件，企业破产数值更是创下了2010年来的新高。为什么突然这么多人撑不住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疫情期间的各种政府补贴已经基本结束了，但与此同时，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却突破了一个历史记录，超过1万亿美元。很多家庭的生活方式其实还停在疫情期间，但收入结构已经变了。压力最大的行业之一是农业，去年农场破产数量暴增了 46%。 如果你最近去超市或者外面吃饭，可能已经感受到了一个现实，很多东西都在涨价。像 Big Lots 这样的零售商破产，一些老餐厅关门，这些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现。有些媒体现在把这个阶段称为美国的债务清算时刻。第4件事，打飞的上班可能真的要来了。不过湾区的故事永远不会只有坏消息，这里也总会冒出一些看起来很科幻的东西，比如空中出租车。一家总部在北加州的公司 Joby Aviation 最近在旧金山上空完成了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演示。他们的飞机是一种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，简单说就是一种可以像直升飞机一样起飞，但比直升机安静很多的飞机。最有意思的是效率，比如一段原本在湾区开车堵1个小时的路程，用这种飞行器不到10分钟就能到。那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多少钱？公司给出的目标价格是对标 Uber Black， 也就是说，这可能不会是超级富豪的专属，
普通白领偶尔体验一次，基本原理上也是可以负担的。目前美国 FAA 已经在批准相关认证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未来几年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空中出租车开始商业运行。最后一件事，海岸线上的危险。最后这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最近打算去海边，一定要注意，北加州海域正在出现一波高致命情感疫情，已经有很多海洋动物感染身亡，包括海狮、海象，甚至海胆。相关数据显示，今年的死亡数量已经是去年的4倍左右。现在一些海滩上已经出现被海浪冲上岸的动物尸体。相关部门特别提醒，如果在海边看到这些动物，一定要保持至少50英尺的距离。更重要的是，不要让宠物接触这些动物。很多狗会出于好奇去闻或者舔，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如果最近你计划去哈夫木贝或者周边海滩，记得多留意一下这些提示。在结尾，我想说，我们看到从极端天气到房地产变化，再到经济压力，还有未来的空中交通，可以说湾区现在正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折点。我也很好奇，如果未来真的有空中出租车，你会不会愿意尝试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每周深度整理的湾区新闻解读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频道，再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以后任何影响你生活的重要信息都不会错过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